关键的红蓝大战还是曼联1-0客场战胜了切尔西。今天的曼联最关键最重要的还是逼费和库尼亚，进球大部分功劳都是逼费，他前插到身后的空当停球十分出色，轻松过掉了加纳乔，非常精妙的传球，再加上库尼亚精彩绝伦的射门，让切尔西的门将毫无办法。上半场切尔西18岁的埃斯特旺就伤退，而第44分钟逼费突破后在右路的传中，库尼亚这脚射门奠定了今天整场比赛的胜果。而全场比赛蓝军切尔西3次击中门框，而且全是自己主场的门框，再加上过去来自曼联的旧将加纳乔今天在场上十分的抽象。埃斯特旺打了16分钟，加纳乔是替补打了74分钟，可是在场上被他这条边路的对面达洛特全面压制，这样的表现真是气得切尔西球迷气不打一处来。而切尔西前段时间因为说错了话被雪藏的恩佐，今天首发打了88分钟，状态极火，他的一脚出球、直塞、抢断和攻守转换，在禁区抢点都做得非常好，既能防守抢断，也能进攻方面去发牌，两方面都是攻防皆备。特别是在进攻前插方面，那一脚差一点就进球了，而且不是机会的机会，也是恩佐自己拼出来的。这样的表现，恩佐确实值得在切尔西涨薪续约。说真的，恩佐回来之后，再加上凯塞多，确实他俩是真正的大腿。传威胁球的能力，恩佐并不输于对面的逼费，有他没他，这一个切尔西确实像两个队一样。不过刚刚涨薪续约的凯塞多，今天在曼联对面的高中锋谢什科面前，防大中锋的身材还是有些吃亏，开场的表现很一般，但慢慢的也有起色。不过今天老 K 最喜欢的还是荷兰球员20岁的哈托，他在左边路一个人，甚至比切尔西所有的左边锋的表现还要好，一场的过人数甚至比加纳乔1年的都要多。想想这个哈托，当年滕哈格在曼联的时候就想要，可拉特克里夫怎么都不买。未来荷兰队后防线上的希望，哈托算一个。去年夏天他从阿贾克斯加盟切尔西，转会费3700万英镑左右。在前主帅马莱斯卡手下，哈托是个边缘角色，经常在杯赛对阵低级别球队时才能首发，而在英超联赛大多是坐在替补席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的哈托已经成了切尔西不可或缺的一员。哈托在后防线上的多面性，正是现在的主教练罗塞尼尔所钟爱的。只要库库雷利亚受伤或者需要休息，哈托就会客串左后卫，有时也会直接顶到中后卫的位置上。哈托哪儿都能踢的这种多面性，再加上娴熟的脚下技术，已经是现在这套战术体系下的一个完美球员。下赛季的切尔西有了哈托和科尔维尔，左脚后卫不用再买了，只希望这个充满天赋的小将今年世界杯能有机会去美加墨，这样能打边路能打中路的多面手在队伍里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别忘了他才只有20岁，未来必定是最顶级的后卫之一。他今天也是切尔西失利当中唯一的亮点，防守抢断带球推进都十分亮眼。今天库库雷利亚打左后卫，哈托打左中卫，库库雷利亚的发挥也是一如既往的出色，全场积极跑动和防守都做得非常好，就感觉场上哪儿都有库库雷利亚，他的抢断都把曼联的球迷给看麻了。朋友们，明天的天王山决战，老 K 将在节目中直播，和大家共同度过。欢迎您到时候打开 YouTube 老 K 足球新闻。另外，也衷心的感谢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开小铃铛上的全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咱们推送的视频。好，咱们继续。曼联这边不用说，魔术师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狼王马特乌斯·库尼亚。库尼亚现在呀，就是全场假寐盖义诱敌，但狼王关键的时候闪光一下就是光芒万丈。说实话，他今天的状态比姆波莫更差，但确实就有那么一脚，在场上虽然显得有点浮躁，特别容易冲动，特别容易吃牌，但一击制胜，曼联不能没有库尼亚。今天曼联的前场中锋用的谢什科，左边库尼亚，右边姆波莫，中间逼费，双后腰仍然是卡塞米罗搭档梅努，左后卫卢克肖，右后卫达洛特，中间果然是海文和马兹拉维。而阿马德·迪亚洛替补打了10分钟，上场后的10分钟还是很有活力的。这一场赢下来，曼联在英超排名第3的位置得到了巩固，现在已经领先阿斯顿维拉3分，领先第6名切尔西达到了10分。联赛还剩5轮，曼联进入下赛季的欧冠区已经没有了悬念。在卡里克治下，曼联最近的12场英超取得了8场胜利，这与他们本赛季英超前21场的赢球场次持平，而其余的比赛是2平2负。最关键就像今天主教练卡里克说的，
我们今天能以这套临时防线零封，要对教练组给予极大的肯定。切尔西显然今天获得了一些机会，但能像我们今天晚上这样防守如此缺人的情况下还能保持零封，像这样顽强的防守，这其中我们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在过去1天左右，我们在准备球队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显然这还涉及到一套全新的后防4人组。海文和马兹拉维入替的表现简直是不可思议。海文年纪轻轻，而马兹拉维平时在4后卫体系中并不踢中后卫，还有对他们2人的保护，所以这里确实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必须对教练组在让球员们做好准备方面给予极大的肯定，也要肯定球员们能够将这些安排付诸于实践。这是一个很难应对的客场，对面罗塞尼尔的切尔西非常难对付，但我认为曼联今天晚上的表现堪称壮观。自从我来到俱乐部，让我的球员们感觉良好，让他们理解并感激能够为曼联这家伟大的俱乐部效力。有时候其实这很容易被遗忘，包括我们所处的位置也容易被遗忘，所以我尝试让他们进入一种我们认为适合每个人的阵型。我认为我们还可以踢得更好，我认为我们还有很多层面的提升空间，但我认为通过取得结果来建立好的势头并打下基础，这非常重要。我们拥有一些优秀的球员，我们也有一套优秀的阵容，所以你真的希望能够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提高。是的，确实今天切尔西虽然输了，但他们打曼联有21次射门，是他们本赛季英超单场的第2多，可其中只有3次射正，而曼联只完成了4次射门，1次射正就打入了全场唯一进球。这既说明了比费和库尼亚把握机会的能力强，也说明了曼联这条新防线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能够顶住切尔西的狂攻。所以终于曼联得以全取6分，本赛季主客场双杀切尔西，这是他们队史的第2次，上一次还要追溯到2019到20赛季。最关键的这一场球对面切尔西加纳乔的发挥让我们终于可以释怀了。加纳乔，你过去对曼联那么多的伤害，咱们可以一笔勾销了。而反观切尔西，这样的加纳乔你都从曼联给挖过去，做出了这些抽象事情的高管层。其实今天有新闻，切尔西将高管的薪酬提高了 80%， 可球队却面临着重组阵容的需求，像恩佐、福法纳、加纳乔、雅克松以及吉乌都是有可能今年夏天离队。所以这一连串切尔西的运营失误背后却有一条几乎被忽略却让人瞠目结舌的数据，俱乐部将他们高管的薪酬提高了 80%，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切尔西刚刚才披露，上赛季他们取得了英超创纪录的 2.624 亿英镑的亏损。尽管去年夏天他们通过出售球员将获得3亿英镑的收入，但由于俱乐部在最初的会计处理方式，这些转会几乎没有在财务上体现为利润。而俱乐部的母公司上赛季直接向高管支付了1060万英镑的薪酬，而之前一个赛季仅仅是590万英镑。切尔西辩称这是因为关键管理人员的数量增加了。可是大部分切尔西球迷认为这笔钱多出了整整1000万英镑所以过去布鲁寇真是胡乱的挥霍资金，江湖传闻切尔西就是在洗钱，这越来越让人怀疑是真的。2023年短短7个月内，他们就为凯塞多、拉维亚、恩佐合计支付了 2.8 亿英镑，这个记录已经很难被超越。正如曾经短暂担任切尔西体育总监的索内斯多次说过，老板伯利在和卖方俱乐部的交易中简直就是被狠狠宰了一刀。而更令人担忧的是，被狠狠宰了一刀的老板伯利却坚信自己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转会市场模式。在22年阿布拉希莫维奇突然离开引发的动荡中，伯利接管了俱乐部。这些美国佬他们自以为可以教整个英国足球俱乐部应该是像我们这样去运作。这种美国人的自信现在已经让他们深陷自负之中。美国佬推行的策略以长期合同、大手笔引进年轻球员以及快速更替阵容为特征，他们号称要打造一支可以持续面向未来的球队。像仍然有5年合同的凯塞多最近同意签下一份新合同，这是上个月里斯詹姆斯之后的再一次续约。不过周一公布的财务结果，再加上上周六切尔西被曼城痛击3-0，这次又被曼联在主场击败，这些都清楚地指向了一个现实，这一套美国佬的模式在财务方面、在竞技方面都正在失效，正在失败。
布鲁克4年前接管了切尔西，他们在球员身上的投入已经超过10亿英镑，他们决定将这些成本分摊到最长可以达到8年的周期内，来降低每年的账面压力，同时打造可供转售的资产价值。这种做法在纸面上似乎很有效，但忽视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就是怎么赢球。布鲁克入主以来，切尔西现在只有一次获得欧冠资格，联赛排名分别是12、第6和第4。本赛季他们很可能再次无缘欧冠，现在只剩6轮的情况下，落后前5名已经达到4分，所以缺乏持续的成绩表现。那么即便是最复杂最精巧的会计结构，也完全无法弥补转播奖金下降、欧战收入流失以及切尔西商业吸引力减弱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些用8年的长合同锁定的球员，一旦表现不好且难以出售，反而会成为切尔西沉重的负担。这导致切尔西俱乐部经常出现一个臃肿的第二阵容，球员们要么被边缘化就像过去周薪高达32.5万英镑却被弃用的斯特林，要么呢球员们就被反复外租。所以这看起来更像是一种理论的实验的体系，主教练们无法应对这么臃肿且频繁更替的人员结构，像过去的波特和波切蒂诺都搞不定，像马雷斯卡马虽然好像搞得定，但他又对自上而下的管控感到厌倦。而目前在任的主教练罗塞尼尔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就能带来改变。最可怕的是，球员们也不再掩饰对布鲁克的质疑。对于马雷斯卡的离任，球员们认为这完全是俱乐部的运作方式导致的。库库雷利亚表示，在马雷斯卡离开的那一刻，对我们球员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都是俱乐部做出的决定。如果你问我，我是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而现在随着那些时间递增薪水的长期合同，也让像恩佐这样的球员开始想去别处寻找更高的薪水。恩佐的经纪人公开表示，薪资、尊重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都是恩佐希望离队的因素。目前有太多我们看不到的事情，至少我作为经纪人是看不到的。这让我觉得切尔西俱乐部在处理与恩佐相关的事务时，并没有采用最好的方式。现在俱乐部共同所有者埃格巴利再次强调了这一长期战略，但同时也暗示俱乐部可能准备对其进行调整。埃格巴利说，我们切尔西的理念是引进并培养顶级球员，让他们能够长期在一起，给阵容带来稳定性。说实话，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过程的第40分钟、第50分钟阶段，但总体思路是想留下、签下、培养、给予回报，并续约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球员。最终目标是拥有8到10名、12名甚至15名顶级球员，从而实现持续年复一年的胜利。我认为我们有些方面做对了，很多方面也做对了，但我们也必须在其他一些地方做得更好。在项目的这个阶段，引进更多技战力球员，把球队带到下一个层级，实现长期稳定。好吧，切尔西到底最终会如何发展，还有待时间检验。正如曼城和阿森纳现在展示的那样，阵容的持续性和清晰战术体系的价值是非常重要的。而布鲁克此前刻意回避了那些理念。周一公布的财报还披露了很多财务辗转腾挪的细节，显示布鲁克为了规避英超盈利与可持续性规则所做的操作，像切尔西女足主场被出售，而得到他的公司又在24年6月通过出售给另一家布鲁克旗下公司，产生了 1.987 亿英镑的收入。所以这很明显是简单的左手疼右手。好的，无论下赛季切尔西将参加哪一项欧战赛事，俱乐部都仍然将再次面临出售球员、重组阵容的需求。目前切尔西的抗议组织在周六晚已经发起了一场针对俱乐部所有者的游行，口号是布鲁克 out。 该组织2名核心成员指出，主场不敌曼城的比赛已经宣判了切尔西管理层理念的失败。在那场比赛中，前切尔西青训球员格伊打入了第2个进球，而他是21年被出售给了水晶宫。那么切尔西球迷的抗议组织上一次抗议还是今年1月，当时对阵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前，那一次行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切尔西的董事丹尼尔·芬克尔斯坦主动联系了他们进行会面。随后他们披露了会面细节，其中包括一个说法，芬克尔斯坦曾经告诉球迷们，切尔西正在打造一支 TMD 一眼就能看出来会统治世界的球队。哈哈，至于还需要在球场上遭受多少的惩罚，
而那些年收入高达1000万英镑的关键管理人员才会真正意识到，切尔西是一家足球俱乐部，不是一场社会实验。哈哈哈，还需要多久？这一点不得而知。好吧，今天的埃斯特旺又受伤了，接下来切尔西会对他的伤情进行评估和扫描。18岁的埃斯特旺当时就崩溃了，情况看起来似乎很糟糕。而本赛季切尔西的英超主场已经输了6场，在队史上仅次于1994到95赛季。当时的联赛是42轮，那个赛季切尔西最终排名第11位。所以罗塞尼尔的更衣室真的是彻底崩盘呀，各种耻辱的记录正在层出不穷，越来越像过去滕哈格、阿莫林的曼联时期。此前切尔西仅有过1次联赛5连败，且0进球，还是发生在110多年前的1912年。而最近4轮英超比赛，切尔西已经先后输给纽卡、埃弗顿、曼城和曼联，关键是他们1球未进。下一场英超比赛，切尔西将客场对阵布莱顿，哈哈哈哈，怎么办？怎么办？还有呢，自今年3月以来，切尔西各项赛事已经输了7场，是所有5大联赛当中最多的。切尔西最近8轮英超仅仅取胜1场，1胜2平5负，同期是联赛中拿分第2少的球队，仅仅多于目前深陷降级区的托特纳姆热刺。切尔西进不了球，而他们上赛季的锋线担当帕尔默，本赛季至今依旧只有1次助攻，他看上去已经完全迷失，而整支切尔西的球员也都是如此。在今天输给曼联的耻辱之战临近尾声的时候，整个切尔西球迷高唱着我们要找回我们的切尔西，这些喊声响彻斯坦福桥球场。显而易见，切尔西球迷们早已认不出如今的这支球队了。现实是，切尔西自1月17日起便再也没能在英超完成零封。当时弗兰克还是热刺的主帅，热刺距离安全区还有10分之差，而切尔西在联赛中自3月4日起就再也没有破门过。那个时候美国人的登月火箭发射都还有1个月，可如今他已经完成了绕月返航。中场哨响以后，主教练罗塞涅尔没有匆匆跑回更衣室，而是绕场向为数不多仍留在场内的切尔西球迷致意。可当他走进看台的时候，球迷的态度已然说明一切，迎接他的只有嘘声、谩骂和侮辱性的手势。球迷群体早就忍无可忍。针对蓝军资本集团老板的抗议活动，参与的不仅有切尔西的球迷，甚至还有专程从法国赶来的斯特拉斯堡球迷。在赛前的电视采访中，帕尔默还直言，我们切尔西必须跻身前5，如果打不进欧冠，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一切都会不一样，我们必须拿到欧冠资格。可是最终切尔西仍然挥霍了无数的机会，但这对蓝军主帅罗塞尼尔来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他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说，曼联只有1次射正就赢了球，这很大程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我们切尔西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从比赛的第1分钟到最后1分钟都掌控了局面，但我们必须更好地把握住关键时刻，这正是目前让我们丢分的原因。好吧，罗塞尼尔连输了这么多场球，还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奇迹才让自己如此不走运，所以一切都怪运气的人也就再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扭转颓势了。今天输球以后，切尔西的联合体育总监劳伦斯·斯图尔特和保罗·温斯坦利很快就跑进了更衣室，他们是1秒钟都不敢再面对球迷的抗议。这2位大哥买加纳乔和吉滕斯花了将近1亿欧元，还把管用的马杜埃凯给送给了阿森纳。哈哈哈。切尔西不只是简单的丢人，就像今天的加纳乔对阵曼联15次丢失球权，0次成功传中，0次射正，没有给球队进攻带来任何帮助。现在的加纳乔就是切尔西状态最好的注解。而罗塞尼尔赛后还在嘴硬，他说我们当然可以还能进入联赛前5。我的个天，这是2026版的痴人说梦。好，另一场可爱的比赛，热刺队真的要降级了，今天又在主场2比2竟然和布莱顿战平，联赛已经15轮不胜，在降级区多赛1场的情况下，仍然落后西汉姆联1分，落后森林队2分。如果接下来森林队和西汉姆联赢了球，那热刺真要完蛋，真要休矣。今天上半场第39分钟，西蒙斯一个漂亮的往禁区内传球，波罗前插头球破门，1比0领先。可没想到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布莱顿格罗斯在右路的传中，左路的三山勋精彩的凌空抽射，1比1扳平。下半场第78分钟，西蒙斯接到了贝里瓦尔抢断后的传球，在禁区前沿轰出世界波，2比1再次领先。
但关键是仍然守不住，仍然低级错误呀。热刺后卫丹索在自己禁区内被对方抢断，范赫克助攻了吕特，补时阶段95分钟破门，布莱顿2-2绝平。不过今天热刺的球员是真的拼命了，真的拼了全力了。但是凯文丹索，你对得起自己是一个职业球员吗？所有的球员都燃烧成舍利子了，可丹索在补时阶段直接在自己禁区内将球送给对手，这种时候你开个大脚会死吗？这种前所未有的迷茫。下半场看到西蒙斯疯狂脱衣庆祝进球的时候，不知道有几个热刺球迷是心放在了肚子里，大家只是立刻想到了每次脱衣庆祝就被打脸的理查利松。看到最后老 K 还挺感动的，热刺球员是真的在拼，太惨烈了。可最后的5分钟如果死守，如果拿到球就开大脚，这3分不就拿到了吗？建议未来下赛季的热刺把短裤和球衣直接缝起来，再也不要让理查利松和西蒙斯脱衣庆祝了，真的败人品，真的触眉头，真的会激发那种古怪的 buff。 现在热刺本赛季的保级难度已经堪比夺冠，不光是说差几分的问题，是怎么都赢不了一场球。你总感觉就有种气数已尽，像西蒙斯都已经爆肿成这样，仍然拿不到3分。那么球队如果降级，财政方面、阵容方面也都要爆炸。所有的人从球迷到球员到教练都憋着股劲儿，但最终只是给大家上演了一出精彩的综艺节目，让大家爆笑了一场。从中立球迷的态度来说，这种体量的热刺如果降级，确实极富有戏剧性。几年前热刺队的全攻势足球带给大家的快感，而几年后的今天，所有的热刺球员迸发出的那种暴击足球，燃到爆，脱衣服庆祝，最后却一地鸡毛。只能说英超太好看了，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英超。好，另一场球，今天西班牙的国王杯，皇家社会最终是打成2-2。在互射点球当中，马德里竞技的小蜘蛛阿尔瓦雷斯和瑟洛特都发射了点球，所以最终是皇家社会点杀了马竞，队史上第3次夺得了国王杯。皇家社会过去是格列兹曼的老东家，格列兹曼只要跟老东家抢冠军，好像没有一次能成功的，所以马竞已经13年没有拿过国王杯了。这次的格列兹曼又是最后4大皆空离开嘛。好，另一方面，今年西甲皇家社会开局先是连败，后面又不胜，状态然后有所起伏，到了最后拿到今年的国王杯冠军，恭喜恭喜皇家社会，这是他们5年之后重新夺得了国王杯。而他们的主力中锋，过去西班牙队的主力中锋奥亚萨瓦尔，真的是有一种决赛的 buff 在身上，生涯打过5场决赛，5个进球，全部都是球队获胜。这哥们儿是绝对的福将，决赛的硬脚虾，身高只有1.81米，28岁，但他打中锋是真的高级货。好，今天一个巨大的悲伤的消息，拜仁官方消息，他们的格纳布里突然右大腿内收肌撕裂，将长期缺阵。现在看来欧冠很可能打不了。马特乌斯说格纳布里很可能会休息8周，而他可是德国队的重要人物。另外，德国天空体育的消息，格纳布里将伤缺3到4个月，已经无缘世界杯。格纳布里是在训练中受伤的，拜仁现在认为他至少会缺席2个月。通常这种内收肌的撕裂伤是发生在大腿内侧肌肉在快速变向或爆发动作中从耻骨处撕裂所致。好，另外葡萄牙媒体今天爆出消息，在皇马连续2个赛季无缘重要的冠军以后，俱乐部正在认真评估换帅方案，而穆里尼奥已经被列入候选名单，而老佛爷计划与他会面，讨论他回归皇马的可能性。那么俱乐部内部即将召开一次关键会议，来决定一线队未来的最终方向。对此，穆里尼奥当然是持开放的态度。而皇马认为，过去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时期，在面对瓜迪奥拉时代巅峰期的巴萨时，是重新找回了竞争力和斗志。哈哈，这个消息我们虽然听了很兴奋，但由于是葡萄牙媒体爆出来的，可信度也不高，只能且看且珍惜。不过世界体育报有报道说皇马内部认为是欧足联在暗中操控比赛的判罚，以此报复皇马的欧超联赛。皇马内部坚信主裁判在对阵拜仁的比赛中极具争议的判罚是欧足联主席切费林暗中操作的结果，想报复皇马多年来牵头欧洲超级联赛项目损害欧足联利益的行为。原本看起来已经化解的双方恩怨，恐怕会再度激化。这个反应怪客观条件，怪阴谋论就非常的皇马。好，轻松一下，美国名媛金卡戴珊
最近现身了科切拉音乐节，同时更新社媒，发布了一些照片。深 V 紧身连体衣将自己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音乐节上，许多粉丝还拍到了汉密尔顿和金卡戴珊的身影。之后两人在洛杉矶又被拍到共同购买地毯，引发了这两人已经同居的猜想。据说就在上周，金卡戴珊往返飞行了11000英里，在伦敦和汉密尔顿共度了24小时。汉密尔顿是著名的 F1 赛车手。至于咱们老 K 足球新闻为什么要讲这个宁可错杀1000，绝不放过一个。好的，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也欢迎您订阅。咱们明天再见。